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？最近总是忘东忘西，手机钥匙找半天，磕碰一下，伤口好几个星期都不见好。以前最爱吃的菜，现在吃起来也是淡而无味。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就是睡不着。你可能会安慰自己，哎，年纪大了嘛，都这样。但我必须告诉你，这很可能不是什么正常衰老，而是你的身体在拼命向你发出求救信号。这些看似平常的小毛病，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被严重忽视的问题——缺锌。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，对吧？锌这个微量元素，我们身体每天需要的量确实很少，但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过一个惊人的警告：全球1/3的人正面临缺锌的风险。更要命的是，55岁之后，你几乎每天都在悄悄流失它，却完全没感觉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缺锌的症状太狡猾了，它伪装得就像普通的衰老现象，让你防不胜防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锌到底有多重要？缺了它会发生什么可怕的连锁反应？为什么偏偏是55岁之后的人最容易中招？最关键的是，一旦缺了，我们该怎么科学的补回来？接下来我会用最通俗的方式把这4个问题一次性讲透。缺锌会引发哪些你可能正在经历却浑然不觉的健康危机？身体发出的那些被你忽视的求救信号到底是什么？以及4种你在超市就能轻松买到的补锌神器。看完之后，你对自己每天吃什么、怎么吃会有一个彻底的重新认识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玉，用简单易懂的方式为您解读健康生活的小智慧。接下来分享的内容简单又有效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分享给家人朋友一起健康哦。锌，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微量元素。很多人对锌的印象停留在小孩发育需要补，但实际上，锌参与人体内200多种酶的合成与激活，从免疫系统运转到新陈代谢，到味觉、嗅觉的感知，再到皮肤和头发的健康，几乎没有一个系统能离开它。对55岁以上的人来说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身体的代谢功能逐渐减弱，锌更像一个低调的健康守护者。免疫力靠它维持，少感冒、少发烧。前列腺健康需要它，夜里少起几次。吃饭香不香也跟它直接相关。它还是抗氧化酶的核心原料，能清除自由基，延缓细胞老化。锌还参与骨骼代谢，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，尤其是女性在更年期后骨密度下降的风险增高。说白了，锌是身体运转的润滑剂，缺了它，各项功能就开始悄悄打折。补充锌元素有助于整体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提高。缺锌到底有多可怕？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接下来我要说的这7种缺锌症状不是吓唬你，是真的会把一个好端端的人折磨得生不如死。我一个一个给你讲。第一个是夜盲症。你想想看，晚上开车的时候，周围黑漆漆的，你却什么都看不清楚，这得多危险啊！这种感觉真的很可怕，不仅威胁自己的安全，也威胁别人的安全。第二个是激素水平的问题，这个影响特别大。对男性来说，缺锌会让睾酮水平降低，甚至可能导致性腺功能减退，睾丸还会变小。对女性来说呢，雌激素和孕酮都会掉得很厉害，特别是更年期的女性，本来就需要足够的雌激素和孕酮来维持身体平衡，一旦缺乏，那种难受劲儿真的难以形容。更麻烦的是，缺锌还会影响皮质醇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压力激素。一开始皮质醇会下降，然后大脑接收到信号后，会命令肾上腺拼命补偿，反而分泌出更多的皮质醇，
结果就是你会感觉压力越来越大，整个人都紧绷着。不管男性还是女性，缺锌都会导致睾酮水平低下，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性欲减退，这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可想而知。第三个是脱发问题，这个问题其实和蛋白质也有关系，比如斑秃啊、头发变稀疏啊这些。很多人以为脱发就是缺生物素，其实缺锌也是重要原因，两者往往是共同作用的。锌对头发特别重要，它能帮助发根生长，让头发变得更浓密，还能增强头发的弹性和韧度。第四个是白内障，这个真的很吓人，缺锌会导致眼睛的晶状体慢慢变得浑浊不透明，看东西就像隔着一层白雾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严重到一定程度，只能通过手术来解决，想想都觉得可怕。第五个是慢性腹泻，长期拉肚子的生活真的太痛苦了，你都不敢正常出门，生活质量大打折扣。这里要特别提醒那些经常吃谷物、麦片的朋友，因为这些食物里含有一种叫植酸的物质，它会阻碍身体吸收锌，时间长了就容易出现慢性腹泻。第六个是胸腺萎缩，这个关系到整个免疫系统。胸腺是什么呢？它是位于心脏上方的一个免疫腺体，是人体免疫系统的关键部分。正常情况下，人到50岁左右，胸腺就会明显缩小，免疫功能开始下降，大部分组织都被脂肪取代了。到了70岁，基本上只剩下一点点残余组织在对抗感染。可以想象，如果再加上缺锌，免疫力会下降得更快，身体抵抗疾病的能力就会大大减弱。第七个是各种皮肤问题，像粉刺、痤疮、湿疹、皮炎这些，都可能跟缺锌有关。不过我要提醒一句，导致皮肤问题的原因很多，缺乏维生素 A、B2、B6 也会有类似症状，所以最好全面检查，找出真正的原因。这里有个重要的知识点，就是如果你缺锌，即使补充了维生素 A 也吸收不了，因为矿物质和维生素总是协同工作的，缺了哪一样都不行。长痤疮对很多年轻人来说真的是个大问题，严重影响自信心，而皮肤健康恰恰高度依赖锌，所以你看，锌这个微量元素虽然需求量不大，但作用却不容小觑。从视力到激素，从头发到皮肤，从消化系统到免疫系统，它几乎参与了身体的方方面面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有上面说的这些症状，真的要考虑一下是不是缺锌了。必要时可以去医院做个检查，及时补充，别让小问题变成大麻烦。55岁之后，为什么特别容易缺锌呢？主要是3个原因叠加在一起。第一，吸收能力下降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胃酸分泌减少，肠道蠕动变慢，就算吃了含锌的食物，身体能真正吸收的比例也在缩水。第二，主动戒掉了高锌食物。很多中老年人为了控血脂、控血糖，刻意少吃肉、少碰坚果，但这些偏偏是锌最集中的来源，越养生反而越容易缺。第三，慢性病和药物的干扰。长期服用利尿剂、部分降压药和肠胃药都会影响锌的吸收和代谢，悄悄把体内的锌消耗掉。不同地区对锌的每日推荐量其实存在明显差异，这说明各地专家对中老年人锌需求的判断并不一致，值得参考。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建议55岁以上人群每日摄入，男性11毫克，女性8.5毫克。
台湾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的标准明显更高，建议成年男性每日15毫克，女性12毫克。香港卫生署则参照 WHO 标准，对成年人的建议区间为男性 9.5 毫克，女性7毫克左右。三地标准最高相差近1倍，但都有着一个共同点。实际调查显示，大部分中老年人的平均摄入量远低于各自地区的推荐值。越是饮食清淡、牙口不好、刻意养生、少吃肉的人，缺口往往越大。身体缺锌会发出哪些信号呢？锌缺乏的表现很隐蔽，不像骨折那样显眼，也不像贫血那样直观。但如果你55岁后出现以下几种情况，建议认真对待：免疫力下降、经常感冒，或者得了带状疱疹反复不好，伤口愈合明显变慢，吃什么都觉得没味道，食欲越来越差，感觉不到饿，头发掉得多，指甲变脆，出现白斑，皮肤干燥，不明原因的情绪波动、健忘。男性出现前列腺不适、夜尿增多、性欲低，甚至睾丸缩小；女性则可能出现月经紊乱、痛经等。这些症状单独出现可能是其他原因，但如果同时出现2-3个，很可能和锌摄入长期不足有关。补锌先从这4种食物开始。很多人一听缺锌，第一反应是去药店买补锌片，但补剂并非适合所有人。过量补锌反而会抑制铁和铜的吸收，甚至影响免疫功能。通过日常饮食补锌才是更安全、吸收更好的方式。1. 牡蛎，锌含量遥遥领先。每100克生牡蛎含锌约30到80毫克，养殖品种通常在50到70毫克区间，远超其他所有食物。但牡蛎性寒，中老年朋友适量食用即可。建议做熟后加姜丝蒜泥，记住消化也更安全。2. 扇贝，牡蛎的温和替代。担心牡蛎寄生虫问题，扇贝是很好的替代选择。每100克扇贝含锌约 11.7 毫克，肉质鲜嫩好消化，对肠胃友好。清蒸是最好的做法，最大程度保留营养。3. 牛肉，日常补锌最稳定的选择。每100克熟牛肉含锌约6毫克。更关键的是，动物性食物中的锌吸收率高达 40%， 远优于植物来源。建议每周吃2到3次，每次掌心大小的量，顺带补铁补蛋白，一举多得。骨头汤也能提供一定的锌，适合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。顿时加点醋有助于矿物质析出。4. 南瓜子，素食者的最佳选择。不爱吃肉怎么办？南瓜子是植物界的锌冠军，每100克含锌约 7.5 到10毫克。虽然小麦胚芽的含锌量更高，但其中植酸含量也高，会抑制锌的吸收。相比之下，南瓜子的植酸含量更低，实际吸收效果更好。每天吃一小把，约20克当零食，同时还能保护前列腺。补锌要有度，过量同样有害。根据中国营养学会建议，55岁以上人群锌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为男性每天25毫克，女性每天21毫克。长期过量补锌可能带来3个风险。其一，抑制铁和钙的吸收，可能引发缺铁性贫血。其二，破坏体内锌统平衡，引起胆固醇代谢紊乱，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。其三，在体内蓄积，引起中毒，出现恶心、呕吐、上腹疼痛，严重时甚至导致急性肾损伤。掌握这几个小技巧，让锌吸收更好。1. 如果你在服用补锌制剂，餐后补锌比空腹效果好，空腹容易刺激胃。2. 避免与高钙、高铁食物同时大量摄入，它们会竞争吸收通道。3.
适量蛋白质有助于锌的吸收和运输。最后，我再补充几句特别重要的话。很多人可能会想，那我去医院查一下，不就知道自己缺不缺锌了吗？说实话，这事儿还真没那么简单。医生其实很难准确诊断出你是不是缺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锌这个东西分布在全身各个角落，光靠抽血化验，结果不一定准确。所以你一定要学会倾听身体给你发出的信号。前面说的那些症状，就是身体在提醒你。还有一点你必须知道，我们的身体没办法储存太多的锌，不像钙能存在骨头里。这就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我们必须每天都通过健康的饮食来持续补充锌，不能偷懒，也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。说句心里话，真正的养生就是从把锌吃够开始。现在大家都很舍得花钱买钙片、买蛋白粉、买各种抗衰老保健品，却常常忽略了锌这个参与200多种酶运转的微量元素。锌从来不出风头，但它关乎免疫力、味觉、皮肤、情绪，甚至整个衰老进程。研究发现，锌摄入充足的老年人得肺炎、带状疱疹这些感染病的概率明显更低。而且锌还能帮助稳定血糖，延缓动脉硬化。对有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来说，这一点特别重要。特别想跟更年期或已过更年期的朋友说一句，千万别等到症状已经很明显了才想起补锌，预防永远比治疗明智。补锌其实一点都不复杂，牡蛎、扇贝、牛肉、南瓜子，把这几样加进日常饮食里就行了。不需要仪式感，也不一定非得买保健品，就从每天的1日3餐开始，这才是最实在、最划算的长寿投资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觉得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给家人朋友。我会继续分享更多实用的养生知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